打坐念佛时，你是否曾感觉背脊发凉，或听到空厨房传来奇怪的脚步声？明明在做神圣的事，怎么反招惹了不干净的东西？心里难免怀疑自己是不是走火入魔。遇到这种事，很多长辈急着去宫庙求符水，本想求平安，结果越修越心慌，甚至搞到神经衰弱。这种苦又很难跟外人开口。如果你或身边人有这困扰，请一定看完今天的内容。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常识的观念，遇到这种干扰先别慌，这未必是坏事，反而是你功夫上路，修出光亮的信号。今天我们就来打破迷思，带你看清修行路上干扰的3种真实面目，并教你最简单的居家结界法，化解恐惧。最后，我还会分享3个实用心法，你会发现，只要心念一转，生活中的绊脚石不仅能变成福慧双修的垫脚石，还能让那些曾让你害怕的无形众生化作护持你的大护法。那么，这第一种最常见也最容易把人吓退的干扰究竟是什么呢？当你遇到怪事，害怕的以为自己是撞鬼了，但其实那往往是你过去的冤亲债主。很多朋友常常跟我抱怨，说自己自从开始念佛之后，身体反而这里痛那里痛，晚上还一直做噩梦，总觉得被什么东西跟上了。这种感觉，我们佛法里叫做冤亲债主找上门。这4个字听起来是不是毛骨悚然？感觉好像是上辈子的仇人提着刀来要你的命，但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。为了让大家听懂，我来讲一个发生在我们本土的真实故事。在南部的一个传统市场里，有一位卖黑猪肉的陈阿伯。陈阿伯从20几岁开始拿杀猪刀，在菜市场切肉剁大骨，这手艺养活了一家老小，供出3个大学生。65岁那年，陈阿伯决定洗手不做。退休后的陈阿伯觉得自己这辈子杀业太重，心里总觉得不踏实，于是就在家里顶楼弄了个佛堂，请了一尊观世音菩萨，每天早晚虔诚点香，拿着念珠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的念着。一开始几个月，陈阿伯觉得很平静，但半年后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陈阿伯每天晚上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会梦到自己被关在很暗很臭的屠宰场里，四周全是黑压压的影子追着他跑，伴随着凄厉的叫声。他在梦里拼命跑，最后总感觉到有一双冰冷的手死死掐住脖子。更可怕的是，白天念经时总觉得肩膀压着几十斤重的石头，双腿酸痛得站不直，甚至闻到浓浓的血腥味。陈阿伯害怕极了，也非常生气。他跑到大庙里，跪在菩萨面前掉眼泪，心里充满怨恨地说：菩萨，我每天吃早斋，念佛回向，都在做好事，为什么弥不保佑我？为什么让这些业障折磨我？难道我念错了吗？后来，陈阿伯遇到了一位老法师，老法师听完抱怨，没有画符做法驱鬼，只是平静地说了一段彻底改变他晚年的话：阿伯，你切了一辈子肉，那些生命的痛苦，难道会因为你今天放下屠刀就瞬间消失？他们在黑暗里受苦，找不到方向。现在你念佛，身上发出佛光，就像黑夜亮起了探照灯。他们寻光找来不是为了掐死你，而是因为太痛了，想拜托你分一点功德帮他们解脱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弘一法师教导的慈悲心。我们总把冤亲债主当成敌人想赶走，但换个角度想，如果你受了极大委屈去找人要道歉，对方不但不道歉，还拿棍子打你，你会不会更生气？当你身上有光，他们靠近你是因为你能救他们，这不是讨债，是求救。
陈阿伯听完恍然大悟，痛哭失声。那天晚上他回到家，不再带着恐惧念佛，他点起香，跪在拜垫上，对着虚空说：过去我为生活伤害你们，真的是大错特错，我磕头道歉。现在念佛不求菩萨保佑我健康长寿，我把念的每一句阿弥陀佛都回向给你们。如果你们比我还苦，我愿把功德全给你们，愿你们早日离苦得乐，跟着菩萨去好地方。神奇的是，当陈阿伯不再对抗，打从心底生出慈悲和歉意时，他感觉肩膀沉甸甸的重量瞬间消失了。那天晚上他睡得非常安稳，没再梦到黑影或惨叫，梦里只有温暖的黄光。从那之后，陈阿伯身体越来越硬朗，念佛时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法喜。所以，面对第一种因果业力的干扰，最强的防护罩不是去念什么厉害的咒语，而是至诚回向，不生怨恨。当你把干扰你的对象看作是需要你帮忙的苦难众生，你的心量就打开了。你的慈悲就是化解一切冤业最强大的力量。那些曾经的冤亲债主拿到了你的功德，不但不会害你，还会反过来成为你修行路上最坚强的护法神。各位朋友，刚才我们讲了第一种干扰，那是因为过去生因果纠缠的冤亲债主。但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二种干扰，说实话真的很冤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魔障往往是你自己求来的。在我们这儿，很多朋友学佛拜拜非常虔诚，但有些人的虔诚稍微有点走偏了。我认识一位王阿嬷，他就是标准的跑道场达人。哪间宫庙听说很灵验，哪位大师听说有神通，他一定包游览车跟着去。王阿嬷平时最喜欢跟人家比什么？比感应。他常常在通讯群组里炫耀：哎呀，我昨天打坐的时候闻到好浓的檀香味，我念经念到一半，看到观世音菩萨放金光啊。那位师父说，我很有慧根，额头上有光。王阿嬷每天在家打坐，心里不求别的，就求今天能再看到一点什么神迹，或者听到什么神明的指示。结果呢，神迹还真的来了。有一天半夜，王阿嬷在佛堂静坐，突然觉得全身发热，眼前真的出现了一团金光，而且耳边还有一个声音跟她说话，告诉她哪只股票会涨，隔壁邻居生了什么病。王阿嬷高兴坏了，以为自己开悟了，有神通了，天天跟着那个声音的指示做事。可是不到3个月，王阿嬷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眼窝深陷，精神变得非常神经质。那个声音开始半夜不让她睡觉，命令她去大马路上跪拜，甚至在她耳边不断咒骂她的家人。王阿嬷的先生和小孩吓得半死，差点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。各位好朋友，你觉得王阿嬷遇到的是佛菩萨吗？绝对不是，这在佛教里叫做外灵侵扰。为什么佛菩萨没来，反而招来了这些不干净的灵体？这就要讲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比喻。你可以把我们的心想象成一辆在台北街头跑的计程车。如果你这辆计程车车顶上亮着空车的灯，但司机自己却不知道要去哪里，就在马路上漫无目的的乱绕。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？路边随便什么人招手，不管是喝醉酒的还是脾气暴躁的，通通都会坐上你的车，甚至还会抢走你的方向盘，指挥你往悬崖开。很多朋友修行就是这样，每天念佛打坐，看起来很认真，但心里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。你不是为了求智慧求解脱，你是为了求神奇的感觉，求别人觉得你很厉害。你的心就是一辆亮着空车灯的计程车，而且还把车窗全部摇下来，
大喊着：快来个人给我一点感应吧！宇宙的法则是同频相吸，佛菩萨是清净无为的，怎么可能天天弄些花招来满足你的虚荣心？反而是那些在幽冥界游荡，也喜欢卖弄神通的低级灵体，一看到你这辆空车，马上就兴奋地钻进来了。那么，既然知道了像空车一样乱晃很危险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对此，弘一法师的佛学思想里非常强调修行的核心不是外在的仪式，而是我们心里的3种力量，这也是对付外灵最强大的武器。首先是第一种力量，叫做引导力。这就像是这辆计程车的导航仪，你念佛打坐，目标必须非常明确。我是为了降服自己的烦恼，为了往生净土，为了利益众生。当你的导航设定好，就算路边有魑魅魍魉跟你招手，你理都不会理。设定好导航之后，接着你需要第2种力量，叫做调伏力，也就是你踩刹车的能力。当你心里升起那种好想看到佛光，好想有神通的贪念时，你要能立刻踩刹车，告诉自己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这都是虚荣心在作祟，不能求。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第3种力量，叫做安住力，这就是你稳住方向盘的能力。就算你真的打坐看到光了，听到声音了，你也要像没看见一样，心安稳地住在你那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上，不欢喜也不害怕。后来王阿嬷的家人请了一位师傅来家里，师傅一句话就点醒了王阿嬷，你把心里的贪求放下，不要理那个声音。他觉得无趣，自然就走了。王阿嬷听了师傅的话，开始收心。打坐时无论听到什么声音，他都只管专心数自己的呼吸，念自己的佛号。果然，那个声音看这辆计程车拒载了，没过几天就彻底消失了。所以，各位朋友，真正的护身符不是挂在脖子上的玉佩，而是你那颗无所求的清净心。只要你心里不贪求感应，内心清清朗朗，这世上就没有任何外灵能够干扰你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前面讲了来求救的冤亲债主，也讲了因为贪求感应而招来的外灵。接下来要讲的这第3种干扰，可以说是修行路上最难防、最可怕，但说穿了也是最无辜的一种。这第3种干扰，没有别人，正是你自己。这在佛教里有一个很专业的名词，叫做自心幻觉，也就是《楞严经》里提到的50阴魔的雏形。听起来很玄，对不对？别怕，我用一个最生活化的故事讲给你听。有一位住在中南部的林阿嬷，先生过世得早，孩子们都在台北上班，平时就她一个人独居在透天区里。林阿嬷很精进，每天晚上10点多都会在客厅念一部《地藏经》。可是有一阵子，她只要一翻开经本，就觉得整间屋子的气氛变得很冷。更吓人的是，她常常念到一半，就听到2楼传来扣那种很沉重的脚步声。她停下念经，声音就没了。她一开始念，脚步声又响起来。有几次，他甚至感觉到有一股冰凉的气就在他的脖子后面吹。林阿嬷吓得魂都飞了，他心想，完了，是不是我念地藏经念到把地府的阿飘给请到家里来了？从那之后，他晚上不敢睡觉，必须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，血压一路狂飙到180，整个人神经衰弱，连大门都不敢出，就怕背后有东西跟着他。后来孩子们看妈妈状况不对，请了一位很有智慧的老和尚来家里看看。老和尚在1楼客厅坐了一会儿，闭着眼睛听了听，然后笑着跟林阿嬷说，朋友，你家里很干净，
什么鬼神都没有。那个在楼上走路的是你自己的心魔啊！林阿嬷不服气地说：师父，我明明听得很清楚，怎么会是心魔？老和尚耐心地解释：你一个老人家自己住，孩子不在身边，你心里本来就有一种潜意识的没有安全感和恐惧。到了半夜，夜深人静，老房子的水管热胀冷缩，发出了扣扣的声音。其实那只是水管的声音，但因为你心里害怕，你的大脑就自动把它想象成是鬼的脚步声。你越想越怕，心跳加速，冒冷汗。那阵吹在你脖子后面的凉风，其实是你自己流了冷汗，加上电风扇吹过来的错觉啊！各位好朋友，这就是《楞严经》里讲的内鬼不生，外鬼不入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魔杖，其实是一台由我们自己心里架设的电影放映机。你心里装着恐惧，装着疑神疑鬼，这台放映机就把这些恐惧投射到外面的墙壁上，变成了一部恐怖片。然后你自己看着自己放出来的恐怖片，把自己吓得半死。幽冥界的鬼神或者是外在的环境，其实根本没有实质伤害你内心的力量，它们就像是镜子里的影像。如果你对着镜子里的怪物挥拳头，你只会把自己累死。弘一法师常常告诫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面对这种自己吓自己的自心幻觉，最强的破魔大法是什么？这招请大家一定要记下来。不理他，他就拿你没办法；不理他，继续念你的佛。你觉得背后凉凉的，不理他，专注在你的呼吸上。你只要心里明白，这一切都只是感官的错觉，或者是心虚的投影。只要你的心如不动，这些幻象就像早上的晨雾一样，太阳一出来，自动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。林阿嬷听了老和尚的话，把心里的恐惧放下了。当天晚上他继续念经，水管热胀冷缩的声音又响了。但这次林阿嬷在心里对自己说，这只是水管的声音，这只是声音而已。他把注意力全部拉回到佛号上。说也神奇，当他不再去注意那个声音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好像就真的消失了，背后再也没有发凉的感觉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修行路上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面的鬼神，而是我们自己那颗容易波动、容易害怕的心。当你能够把心安住，不被自己的幻想牵着鼻子走，你就已经练成了无坚不摧的金刚不动心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前面把冤亲债主、外灵侵扰还有自心幻觉这三种魔障彻底剖析了一遍。你现在应该明白了，那些看不见的鬼神其实都拿你没办法，真正能困住你的只有你的心。但是很多朋友会跟我说，老师啊，你说的这些阿飘我是不怕了，但我最怕的是我那个每天碎碎念的婆婆，还有那个讲都讲不听的儿子啊。我每天在佛堂里念经的时候心都很定，可是一走出佛堂，看到厨房水槽里没洗的碗，我的无明火一把就整个烧了起来。这算不算魔障啊？这不仅是魔障，这更是你修行路上最真实也最难考的期中考。我们常常有一个迷思，以为修行就是要躲在深山老林里，或者每天把自己关在佛堂里敲木鱼才叫修行。弘一法师告诉我们，这叫逃避。真正的道场不在寺庙里，就在你的厨房里，在你的客厅里，在你的菜市场里。我来讲讲吴大姐的故事。吴大姐今年60多岁，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。可是她的生活非常苦，10几年来，她不仅要照顾卧病在床、脾气古怪的婆婆，还要帮忙带2个调皮捣蛋的孙子。婆婆生病不舒服，常常对着吴大姐破口大骂，嫌她煮的粥太烫，
嫌他动作太慢。吴大姐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把全家人伺候睡着了，自己拖着酸痛的腰来到佛堂念佛。她一边念，眼泪就一边掉，心里全是委屈。菩萨，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，为什么要受这种折磨？我每天念经回向，为什么婆婆的脾气还是这么坏？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吴大姐每天都在佛堂里的平静和客厅里的战场之间来回拉扯，整个人越来越憔悴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念佛到底有没有用。后来她去请教了一位师父，师父听完她的眼泪，跟她说了有一句话：你把生活和修行分成两半了。你觉得念佛是修行，照顾婆婆是业障，其实你错了，照顾婆婆才是你真正的修行啊！师父教给吴大姐一个佛法里最高级的心法，叫做发菩提心。什么是菩提心？说的通俗一点，就是把一切逆境当成成就你的垫脚石。师父说，你婆婆今天骂你，你心里生气了，这就是在考你的调伏力，看你能不能压住你的脾气。你孙子今天吵闹，这是在考你的安住力，看你的心能不能不跟着乱。你不要把婆婆当成折磨你的仇人，你要把她当成佛菩萨派来考验你的主考官。没有她出这些难题，你怎么知道自己的忍辱修得好不好？这番话就像一道闪电，劈开了吴大姐心里的乌云。从那天起，吴大姐转念了。当她端着热粥走到婆婆床前，婆婆又开始嫌弃抱怨的时候，吴大姐没有像以前一样在心里跟着对骂，觉得委屈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在心里默念一句：阿弥陀佛，感恩菩萨来考我的忍辱。然后笑着对婆婆说：妈，对不起，我下次吹凉一点再端过来。说也奇怪，当吴大姐的心境一变，她脸上的线条变得柔和了，语气也没有了以前那种隐忍的火药味。婆婆感受到吴大姐气场的改变，竟然也愣了一下，后来骂人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菩提心的强大力量。生活中的婆媳问题、身体的病痛、儿女的不孝，这些都是我们凡夫俗子逃不掉的魔障。如果你用怨恨的心去面对，他们就是一块块绊脚石，把你绊得头破血流。但如果你用菩提心去面对，把他们当成是来消你业障、练你定力的好机会，他们就会变成你往上爬的垫脚石。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不要再问为什么是我，你要问自己，我能从这件事里学到什么智慧？当你把整个生活都当成道场，把每一个刁难你的人都当成助你成佛的菩萨，你的心量就会变得无比广大。到那个时候，不管是无形的鬼神，还是有形的人事烦恼，通通都干扰不了你，因为你的心已经练成了真正的金刚不坏之身。各位朋友，前面我们把心态都调整好了，但是我知道很多好朋友在看影片的时候，心里还是会半信半疑。在我们频道的留言区里，我最常看到大家问两个问题，今天我们就一次把这两个最常让人自己吓自己的神秘感应给说清楚。第一个问题，很多朋友问我，老师，我打坐念佛的时候，常常看到眼前有一团很亮的白光，有时候甚至会看到观世音菩萨对着我笑，这是不是代表我修得很好了？我是不是应该跟着那个光走？各位好朋友，如果你也遇过这种情况，请你千万不要跟着走。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把《金刚经》里的一句话刻在脑子里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你在打坐念经时看到的一切景象，不管是佛菩萨现身，
还是满天神佛放金光，通通都是假的，都是你心里变现出来的幻象。你可能会说，可是菩萨看起来很慈悲啊，为什么不能跟着走？你想想看，你现在又不是寿命到了，准备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菩萨没事来带你走干嘛？如果那是真的菩萨，他现身是为了给你信心，让你知道你念佛念得很专心，给你一个鼓励而已。既然是鼓励，你看见了，心里说声感恩菩萨，继续念你的佛就好。但如果那个像是我们前面说的外灵，或是自心幻觉变化出来骗你的呢？魔也会变作佛的样子啊。如果你心里一高兴，觉得自己好厉害，开悟了，然后傻傻地跟着那个光走，你的心念一跑掉，魔就趁虚而入了。所以弘一法师教我们，面对这些神秘的光啊，神佛的影像啊，秘诀只有4个字：不取不舍。不贪求看见它，也不用害怕排斥它。它来了，你不理它；它走了，你也不留它。你只要把你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抓紧，这才是最安全的。再来，第2个最常见的问题，老师，我念经念到一半，身体突然一直发热，有时候又觉得背脊发冷，甚至眼皮一直跳，肩膀的肌肉会不自觉地抖动，是不是有不干净的东西要上我的身啊？哎呀，各位朋友，千万别自己吓自己，这跟鬼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平时都在为家里操心，心浮气躁的，现在你坐在佛堂前，心终于静下来了，身体放松了，你体内的气血就开始重新循环。这就像我们在清家里的水沟一样，平时水沟被泥巴塞住了，水流不过去，现在你心静了，水流开始变大，冲到那些平常气脉不通的地方，比如你常年酸痛的肩膀、紧绷的后背，气血在撞击那些阻塞的地方，你的身体当然会觉得发热、发冷，或者肌肉会跟着跳动啊。这在修行里叫做气脉调整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，代表你的身体正在自我修复。结果你一感觉到肌肉跳动，心里马上就开始吓自己，惨了惨了，是不是有无形的东西要上身了？你这一紧张，全身肌肉又绷紧，气血又塞住了，反而让自己更不舒服。所以以后打坐念佛，身体觉得热热的、凉凉的，或是哪里跳了一下，都不要管它，你就放轻松，继续专注在你的佛号上。等气脉通了，这种感觉自然就消失了，身体反而会觉得无比的轻松自在。总结一句话，面对修行中的任何感应，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，把心放平，你就百毒不侵。各位朋友，前面我们把心里那些自己吓自己的迷思都破除了，现在我们的心已经安定下来了。接下来我要教大家真功夫了。如果我们在修行念佛的时候，真的感觉到周围磁场不对，或者身体极度不舒服，到底该怎么办？弘一法师的智慧告诉我们，对付这些干扰，不要用对抗的，要用转化的。请大家把以下这3大实操心法记下来，这就是你修行路上最强大的3个防护罩。第1个心法，至诚回向，不生怨恨。很多人遇到不干净的东西，第一反应是花钱请道士做法驱赶，这是下策。你把他们赶走，怨气未消，反而结下深仇。就像路边又饿又冷的流浪狗对你吠，你拿石头打它，它下次一定会咬你。但如果你给它包子吃，摸摸它的头，它反而会帮你顾家。那些来干扰的无形众生，就是受苦的流浪狗。最好的保护伞是慈悲心。你在心里默默说，我知道你们苦，
我将念佛诵经的功德全部制成回向给你们，愿你们脱离痛苦。当你只有满满的慈悲，身上会发出温暖的光。他们拿到功德，不但不会害你，还会变成默默保护你的护法神。第二个心法，修正念头，杜绝感应。很多魔障是自己求来的，就像人家说的，心里有了破绽，外灵才会趁虚而入。如果你心里一直渴望看到佛光，想要有神通，心就裂开了一条缝，外面的邪气就会灌进来。因此，第二个防护罩是保持无所求的心。打坐时，就算菩萨站在面前也不欢喜，有恐怖声音也不害怕。你的心要像一面干净的镜子，好坏照过来，镜子本身不改变，只要坚定一个念头，我不求神迹，不求开悟，只求把这句佛号念清楚。当你真正无所求时，任何魔障都找不到破绽。第三个心法，戒律护身，威仪自足。这个心法最重要却常被忽略，那就是守戒。有些朋友觉得受五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好麻烦，像被绳子绑住。这观念完全错了，戒律不是绑你的绳子，是你身上穿的防弹衣。当你守戒，做人光明磊落时，身上会自然产生一种浩然正气，在无形世界里，这就是极其强大刺眼的正能量场。就像警察穿着制服，小偷远远看到就躲。鬼神最敬重的不是多艰涩的咒语，而是你的人品和德行。守好五戒，妖魔鬼怪哪里还敢来干扰你？只要你把五戒守好，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你连一句咒语都不用念，那些妖魔鬼怪看到你，都要对你恭恭敬敬地磕头，哪里还敢来干扰你呢？各位朋友，我们前面讲了心法，把心里的防弹衣穿好了，但很多朋友还是会问，老师啊，道理我都懂，可是我一个人在家打坐念经，心里还是会毛毛的，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工具或步骤，可以让我在家里布置一个安全的防护罩？当然有，今天我就为大家准备了2个最实用的实操工具箱，只要你照着做，你的客厅，你的小佛堂，马上就能变成一个连鬼神都不敢随便靠近的清净磁场。第一个实操工具，强大的声波净化法。很多人以为念经只是念给菩萨听的，其实在科学上，这是一种极高频率的声波共振。之前有位师兄分享过，念诵心经能让冤亲债主住香桃之夭夭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家不要觉得悬，宇宙中充满各种频率，那些让你发冷、害怕的干扰，频率非常低沉，而短短260字的心经，包含了宇宙最纯粹的大智慧。楞严咒更是破魔第一神咒，当你开口诵持，发出的声音就像在黑暗的房间里打开了几万瓦的探照灯，在你周围形成金色的防护罩。低频率的干扰一碰到这股智慧之光，心里执着的相瞬间就被打破了。他们不是被赶跑的，而是在这充满强光的清净频率里待不住，自然退散。所以觉得家里磁场不对时，别害怕，自己大声念诵或播放心经，用这个神圣的声波把家里的磁场彻底洗一遍。第二个实操工具，简单易学的环境结界法。我们常常在武侠小说里看到大师会布结界，其实我们一般人在家里也能做结界。说白了，就是在你修行的地方画出一个神圣的、绝对安全的范围。很多朋友念佛前只知道拿抹布把桌子擦一擦，物理空间的打扫当然重要，但无形空间的打扫更关键。以后你要打坐或诵经前，请跟着我做这3个简单的步骤。第一步是净身，
去洗个手，漱个口，换上一件干净宽松的衣服。这个动作是在告诉你的大脑，我要开始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了。第二步是静心忏悔。坐下来之后，不要急着敲木鱼，先闭上眼睛，做3个深呼吸，在心里默默地说：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把心里那些买菜的计较、看电视的烦恼全部吐出去，心一干净，干扰就进不来。第3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叫做礼请护法。你可以双手合十，在心里或是小声地念出来：弟子某某某现在要在这里念佛，祈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护法龙天慈悲护念，愿此地化为清净道场，一切无形众生皆能同沾法益，不得干扰。各位好朋友，你不要小看这短短的几句话，当你至诚恳切地发出这个邀请时，这就是在布结界。护法神听到你的呼唤，马上就会降临在你的四周保护你。有了佛菩萨的护念，你在这个结界里修行，就像是坐在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里，绝对安全，绝对清净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的影片讲到这里，已经进入了最核心也最高级的境界。前面我们学了怎么防护，怎么布结界，但如果你心里还是把这些干扰当成敌人，那你修行的层次永远只能停留在对抗。弘一法师的佛法里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观念，叫做愿亲平等，这也是今天我要送给大家的终极心法。不要只想着把干扰者赶走，你要学会把他们变成你的助道者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我们频道的留言区，有一位非常有智慧的观众留了一句话，他说：逆增上缘，可以助我们福慧增上。这句话说得太精准了。很多朋友学佛都只求顺境，求身体健康，求不要有干扰。可是你想想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准备考大学的高中生，你的老师每天只给你做最简单的1+1=2的考卷，你觉得你考得上好学校吗？绝对考不上。你必须做那些最难的题目，做那些会让你抓破头的模拟考，你的实力才会进步。修行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。你打坐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怪声音，心里一惊，这就是菩萨给你发下来的随堂测验，考你的安住力及不及格。你念经的时候，突然觉得烦躁，觉得背后发冷，这是菩萨在考你的调伏力，看你能不能压住心里的恐惧。这些来干扰你的无形众生，或者是生活里让你生气的人，他们不是你的仇人，他们是来成就你的逆增上缘。没有这些磨练，你的定力怎么会像金刚一样坚固？当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下次再遇到干扰，你心里不仅不会害怕，反而会生出一种感恩的心。阿弥陀佛，感恩你来当我的考官，让我又进步了一点。更进一步来说，我们要有平等慈悲的格局。我们常常说妖魔鬼怪，听起来很可怕，但你换个角度想，那些在暗处游荡会来干扰人的灵体，其实是非常可怜的。他们失去了肉身，在幽冥界里受冷受饿，心里充满了怨恨和迷茫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他们就像是在大雨中迷路，全身发抖的孤儿。你今天坐在温暖的佛堂里念佛，身上有光，他们看到了，本能地靠过来取暖。结果你一看到他们，第一反应是拿扫把把他们打出去，这不是太残忍了吗？弘一法师教导我们，修行者要有大悲心。当你感觉到他们靠近的时候，不要把他们当敌人，要把他们当作迷路受苦的众生。你在心里轻轻地对他们说：各位受苦的朋友，我知道
你们在黑暗里很害怕，不要怕，我不会伤害你们。我现在念佛，把这个光明和温暖分给你们，我们一起跟着菩萨走。各位好朋友，当你的心境从恐惧对抗转变成为平等慈悲的那一瞬间，你的身上会爆发出极其强大柔和的佛光。这道光不仅会照亮你的心，更会瞬间感化那些干扰你的众生，他们会被你的慈悲融化，放下心里的怨恨。从那一刻起，他们不再是来捣乱的魔障，而是会心甘情愿地跟在你身边，变成保护你、护持你修行的助道者。这才是真正的天下无魔啊！各位好朋友，今天的内容比较长，如果您能耐心地看到这里，代表您不仅有极大的善根，更有一颗想要让自己、让家人变得更好的心。如果您觉得今天弘一法师的智慧对您有帮助，让您的心安定了下来，请您给这支影片按个赞，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接下来分享的佛学智慧。你也可以把这支影片转发给身边有同样困扰的朋友或亲友，帮助他们破除恐惧。这本身就是一桩非常不可思议的法布施。最后，请您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这4个字：愿皆离苦。让我们把今天这支影片凝聚的所有正念与平静，化作一个巨大的防护罩，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有形无形的众生。我们一起在评论区创造最善的磁场。感恩您的耐心观看与陪伴，祝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期再会。